海童应着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回你老家去？买的年礼是给你家里人准备的，要是下午或者明天回去，东西可以不搬下车，免得到时候又重新搬。”战印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明天早上再回去吧，我今天才回来，有点累，先休息半天吧。”夫妻俩分开了2、3天，他想先过上半天的2人世界，再回老宅去。那东西先不搬啊？也行。战印没有意见，但他还是说道：“进小区了就给我发信息。”知道了。海童应着，又问他：“还有其他事吗？”没事，我就挂电话了，我在开车呢。战印想到他在回来的路上了，等会儿就能见到他，便说道：“没事了，你开车小心点。”海童又嗯了一声，就挂了电话。姐，战印说明天才回他的老家，你和洋洋跟着我们一起过去吧。我想奶奶他们不会介意的，要不就你们母子俩留在这里过年，我不放心。海玲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姐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那你是回婆家过年，姐怎么好意思跟着去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嫁给战印，战印的家是我的家，我姐姐去我家里过年不行吗？以前我不都在姐家里过年，还天天住在姐家里呢。不用了，就让姐和洋洋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年，不用像往年那样要为婆家的亲戚准备各种年礼，厚了会说我败家，薄了又说我瞧不起他们家的亲戚，怎么做都要被说。”海童劝不动姐姐，只得说道：“那姐无聊的时候，可以去大姨家里坐坐，也可以去小军家里玩玩。”大姨，海玲刚想说什么，就接到了商太太的来电。海玲对妹妹说道：“咱们刚提到大姨，大姨就来电话了。”她接听商太太的来电。大姨。海玲，你在外面？哎，我听到挺吵的。陪彤彤去超市买了点年礼，彤彤明天要陪着战印回老家过年，提前把年礼准备好。超市在除夕下午就会关门，需要买东西的都要提前买好。商太太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海玲，大姨跟你们说一声，过年期间我们一家人都去旅游，不在管城啊，你和彤彤不用过来，免得白跑一趟。”海玲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大姨，你们要去哪里旅游啊？”“要去好几个城市，我们估计要过了元宵节才会回来。无痕就是正月初8就会回去，公司正月初10开工。什么时候出发啊？”“等会儿。”海玲嗯了一声，“大姨，祝你们旅途愉快。”“谢谢。”“彤彤呢？”“在开车呢，大姨想跟彤彤说什么，我让彤彤听。”海玲就要把手机递给妹妹，商太太却说道：“没事，让彤彤开车小心点，回婆家过年，要是婆家人给她委屈受了，不要忍着，不管他们家是什么门庭，你们是我的外甥女，也配得上。”知道外甥女婿是战印之后，商太太那心情复杂了好几天，就也跟大儿子提及，才知道大儿子早已知晓，不过瞒着小飞而已。商太太自然也瞒着女儿，还不敢让女儿知道战印的神秘妻子就是海童。人人都想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谁，却不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见过了战家大少奶奶，甚至与战家大少奶奶相处融洽。像沈小军一向最爱八卦战少的新闻，最想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何方神圣，还跟海童说要向大少奶奶请教一下御夫之术。谁想到她的好闺蜜就是战家大少奶奶。商家一家人决定去旅游过年，其实也是不想让商小飞知道海童的丈夫是战印。海童说过在年初时会带丈夫登门拜访，就把丈夫介绍给大姨一家人认识的。商太太想着一家人去旅游过年，海童就不能带着战印过来了，元宵节后再回来。战印已经上班，他工作那么忙，很难再挤出时间过来啊。总之是能瞒一时就瞒一时。海童听到大姨的话，笑道：“大姨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
况且我的婆家人都很好，不论是长辈还是平辈，都跟我相处得很好，非常融洽。战印在，他也不会让我受委屈的。商太太笑道：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，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大姨也放心点，你的婆家人大姨是没见过，不过也去打听了一下，他们家的人是挺不错的，哪怕是对家，商太太都不得不承认战家是很好的人家，是她的女儿无福，入不了战家门庭。想到小飞对战印的痴恋，商太太又在心里叹口气。小飞一向自视甚高，傲得很，能被他看上眼的男人也就战印了。战印娶的却是海童，海童不能说很差，但跟商小飞一比较，海童是各方面都不如商小飞的。商小飞和战印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可惜商小飞一旦知道真相，不定怎么发疯呢。那要是海童样样都比他优秀，或许他还能坦然接受。哎，大姨，等你们旅游回来，我再带战印去看你。商太太笑，行，对了，大姨给你们姐妹俩还有洋洋都准备了过年的红包。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我让管家给你们送过去。他可以给姐妹俩微信上发红包，但海家姐妹俩都不肯收的，他只能准备现金，再在临出门前让管家送过去。那样姐妹俩想退回来都没有机会好退，因为他已经带着家人出门旅游了。还有很多贵重的物品呢，也让管家给姐妹俩送过去。大姨，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不用再收利是，给洋洋准备就可以了。不管你们多少岁，在大姨的眼里，你们都还是个孩子。大姨给你们的过年红包，你们要是不收下，就扔了吧。收，大姨，我们收下。怎能把大姨给的过年红包扔了？那是大姨的心意呢。结束通话后，商太太就把早就准备好的几个大红包啊，以及年礼都交给管家，让管家送到明苑花园去。海玲现在必定还在海童家里的。除了海童姐妹俩以及洋洋的红包，商太太还给战印也准备了一个。没有办法让战印成为自己的女婿，但是外甥女婿也是女婿，他就大度一点，给战印也准备过年红包吧。妈，商小飞拖着他的行李箱下楼，商太太忙让管家赶紧出去，他则是起身走向女儿，笑道：怎么收拾了这么久？要带的东西带齐吗？我哥他们呢？还没下楼呢。商小飞拎着行李箱下楼梯，商太太上前几步想帮他提，他不让。妈，你刚让管家做什么？给海玲姐妹俩准备了点年礼，让管家给他们送过去。商小飞哦了一声，说道：海玲姐不愿意，否则咱们可以带上她母子俩。又要好久都见不到洋洋了，等咱们回来，洋洋都3岁了。这2天一过，你就27岁了。商太太提醒女儿，年一过，每个人的年龄都要加1岁，年轻的是长大了，年纪大的是又老1岁。27岁也年轻得很。妈，你别催婚哈，我还没有找到适合我的男人呢，不着急，等我30岁再嫁人。要是30岁之前也没有合适的，那就不嫁了，我陪爸妈一辈子。商小飞呢，眼光愚绝，一般的青年才俊他都看不上眼。商太太说你呀，别太挑剔，只要脾性温和，能包容你的一切，家世比我们家略差点都是可以的。那可不行，要是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婆家人吸我的血，把我当成提款机怎么办？凤凰男是很可怕的，在管城能与他们商家门当户对的人家是有不少，但那些人家里并没有适婚年龄的儿子，大部分都是已婚的，或者年纪相差太远的。商小飞不喜欢姐弟恋，当然与商家不对付的战家倒是有好几个儿郎适合的。可是商小飞曾经痴恋过战印，还曾公开表白，公开追求战家那些儿郎对战印这个大哥那是非常尊敬的，他们绝对不可能选择商小飞。管城没有合适的人选，选外地的话又太远。商太太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女儿远嫁他乡的。妈，咱们一家子出去旅游过年。
不是见不到彤彤的丈夫了，我还挺想见见他的呢。商太太笑道：哎，我们是亲戚啊，什么时候见还不是一样呢？你想见他，要不你留在家里过年，我们出去旅游，到时候叫彤彤带上她的闪婚丈夫过来见你，如何？商小飞马上就摇头，算了，不急于一时，我要出去散散心啊。出门旅游，赏大好河山，心情愉悦，很容易就把战印抛之脑后啊。他现在想到战印时，都不像之前那样疯狂。海童开着车进小区时，就给战印发信息了。回到自己居住的那栋大楼前，战印已经等着了。那还有阿七、彤彤。战印上前去等海童停好了车后，他先体贴地帮海童拉开了车门，就要扶他下车，被海童一手拍开了。我不残又不老，不用你扶我下车。战印说你老公体贴你还不乐意了，他直接上手，不是扶，而是把他抱下车。哎，海童的脸莫名的红了起来。姐姐在呢，还有阿七也在。他这样直接上手抱他下车，让他有点害羞。被他抱下车的那一刻，海童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味道，忍不住摸了他的脸一把。手感还是那么好。嘴上说不要他的体贴，当他抱着他时，他却趁机占他的便宜。等晚上，战印赶紧打住，不再往深里想，免得自己忍不住。放海童下地后呢，战印又去抱洋洋下车，一丈。洋洋奶声奶气地叫着，在战印伸出双手要抱他时，他直接就跳向战印，战印动作快，轻松地接抱住他，然后把他举高高。洋洋被逗得大笑，逗了洋洋一会儿，战印才把洋洋放下来，不再举高高，问他：洋洋可想一丈啊？洋洋点头想。战印神情温和，低头就在洋洋的脸上亲了2下，一丈也很想洋洋呢。等海玲下车后，他叫了海玲一声姐，海玲笑着应了一声海小姐。阿七走过来打了一声招呼，海童回以微笑，问他：你们不回老家过年吗？小区里的人很多都回老家过年了，只有小部分人是留在管城过年。阿七憨笑的道：回去过年要花好多钱，一年到头存不了几个钱，到过年全花光，年年空。今年就不打算回去过年了，给父母各打了几千块钱过年，我存的钱还能余下一些。海童笑也是，你可以把你父母接过来的。普通人一年到头也就存个几万块钱，那过年就花个七七八八了。过年啊，是真的很花钱。置办年里，走亲戚给钱长辈过年，还要给小孩子的利是钱，再和朋友同学们聚一聚，钱就那样无声无息的花完了。有些孩子呢，在上学需要交学费的，还要紧张一点，他们不喜欢说人生地不熟，没人聊天，还是留在老家自在。海童表示理解，海小姐，战先生请我帮忙把你车上的东西搬到他的车上去，说你们明天要回老家过年。海童看向战印，对于战印的安排没有意见，于是阿七把海童车上的那些东西都搬下来，然后放到战印那辆商务车。有一些东西是海玲母子俩的，就没有放上车。阿七只花了几分钟就搬完了。等他搬完后，战印从裤兜里摸出钱包，当着海童的面打开了钱包，从里面拿出100元，递给阿七啊，说道：阿七，给你的搬运费吧。阿七接过了那100元，笑着道谢，然后也掏出他的钱包，把那100元塞进钱包里，再对战印和海童说道：战先生，海小姐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叫我干，我是什么都能干的，只要给钱就行。海童笑道：行，有需要一定找你。阿七飞快地瞄了大少爷一眼后说道：那我走了，在小区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捡2单生意，再赚点钱过年。海童点头啊。阿七若无其事地走了。
阿七刚走几分钟，又接到大少爷的来电。阿七，回来再帮个忙，还是搬东西。这次要把东西搬到8楼，东西也有点多。搬运费，彤彤给阿七多少搬运费？战印把手机拿开，问着海童。海童看了大姨送过来的那些年礼啊，太多了，哪怕有一半是姐姐的，让阿七一个人搬需要一阵子。便说道，叫阿七回来看看，让他开个价。交易了几次，跟阿七也很熟悉了，搬运费给的太少，他觉得不好意思，给的太多又觉得亏，干脆就让阿七开价吧。那阿七呢，瞧着就是个憨厚老实的人，也不会漫天要价的。行，阿七你先过来。好嘞。阿七欢喜地应着，又能赚到大少爷几百块钱的零花钱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彤彤，我还没有吃饭。战印边关上门边说道。阿七帮忙搬完了东西后，又送洋洋母子俩回家，顺便把商太太送给海玲的年礼一起拉回去。搬运费，他家大少爷提前支付了。真不错，他跟着大少爷从 A 市回来啊，就从大少爷这里赚到了不少的零花钱。海童还在把大姨送来的东西分类，听了他的话，他本能的应着，我也还没有吃饭呢，逛超市逛了大半天。好在你回来了，否则我就把那些东西往楼上搬，得累死人。因为他不会想到让阿七帮忙呀。阿七，大少爷没回来，他也没办法帮忙呀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只管跟阿七说。他办事牢靠，钱到位，他什么事都能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我去做饭吧。战印还想着出差回来，老婆大人会给他做好吃的。现在就看老婆再把东西分类放好，他认命地走向厨房，同时也脱下了他的西装外套，就把外套放在沙发上，再解开了衣袖的扣子，要把衣袖卷起来。你就一件外套，一件衬衫啊？战印动作一顿，说道，我不觉得冷呀，过年期间会降温也会下雨，挺冷的，你要多穿几件衣服。除非你还想天天喝黑乎乎的中药，那我就不管你了，你不穿衣服我都没有意见。我给你买了新衣服，都干洗过了，放在你的衣柜里。战印马上就眉开眼笑，彤彤，你对我真好，跟我姐逛街不给你买几身新衣服，她要念叨我。在我姐的眼里，你这个妹夫比我这个妹妹受宠多了。战印走过来，弯下腰，俊脸凑到海童的跟前，温热的唇就印在了海童的唇上。海童本能地推开他，嗔着他正经点啊，一言不合就亲亲亲。一落，他却又把他拉回来，主动亲上他的薄唇。只是这个吻有点疯狂，让他意乱情迷，忍不住渴望更多。他家男人也满足他，把他抱起来就往房间走去。战印，叫老公。海童笑，甜甜的叫着她老公。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夫妻俩体验了一把小别胜新婚的疯狂。最后从房里出来的人只有战印，他神采奕奕地进厨房，哼着歌给爱妻准备丰盛的晚餐。花了2个小时，战印才把晚餐准备好。看着餐桌上摆满了他亲手烧的菜，还都是海童爱吃的，战印难得的掏出手机来拍照，发一回朋友圈。自从上次发了一次朋友圈后，战印的朋友圈又沉寂了很久。此刻一张相片发到朋友圈后，他圈里的朋友以及重要客户们，除了迅速点赞，就是在底下留言。战总，我现在就过去啊，还来得及吗？战总，我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厨艺这么好。战总，马上快递过来，我帮你吃。嫂夫人真是有口福，羡慕嫉妒恨呀。我给你做牛做马那么多年，连你炒的青菜我都没有吃过。这是苏南的留言。战印发完朋友圈后，就把手机揣回了裤兜里，并没有看朋友们的点赞及评论。他回房里去。海童刚从浴室里泡完澡出来，看到他进来呢，他嗔着他太不公平了。战印笑，走到他面前，微弯腰，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，那是因为你练习的少，体力跟不上，
以后咱们多练习练习，体力就能跟上来了。璎珞就遭到了他的爱妻一宁。痛呀！被拧痛了，战印故意垮着俊脸叫喊：“老婆，你这是想谋杀亲夫啊！”海童松开手，叫得像杀猪一样，以往也是这样的手劲。你就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很痛吗？要不我让你拧回来。战印宠溺地摸着他的脸，宠溺地道：“我怎么舍得拧你，疼你都来不及了。你这张嘴现在就像抹了蜂蜜一样甜，以前你是金口难开。”战印见他洗了头发，去拿来吹风机，一边帮他吹着头发，一边说道：“以前咱俩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现在咱俩是真正的夫妻，不一样了。晚饭做好了呀？做好了，帮你吹干头发，我们就出去吃饭，都是做了你爱吃的菜。”海童心里甜丝丝的。他下厨呀，烧的菜都是他爱吃的。他下厨烧的菜只有一半是他爱吃的，一半是他自己喜欢吃的。他对他是付出了所有，他却只付出了一半。海童意识到自己对战印的爱意不如战印对他的深，觉得有点对不起战印，决定以后好好的补偿他。几分钟后啊，哇，这么多菜，色香味俱全啊！战印，你以往下厨没有使出真功夫吧？海童边说着边拿出手机，我拍几张相片发到朋友圈去诱惑一大堆人。战印宠溺地看着他拍照。海童拍了照发朋友圈，配上文字：“老公这厨艺惊到我了呀。”被苏南约出来吃饭的沈小军看到好友发的朋友圈，马上把手机递到苏南面前。怎么了？苏南边就问着，边接过手机来看，就那对夫妻俩一前一后发圈，秀恩爱撒狗粮，还让不让他活呀？沈小军就说道：“真想不到，看起来冷冰冰的战印，厨艺那么好，真的是出的厅堂入的厨房，还对老婆那么好，是模范丈夫啊！看着彤彤现在幸福的样子，我承认我羡慕了。”那沈小军说话的时候是看着苏南的。苏南顿觉得压力山大，因为他的厨艺不行，他无法像战印那样烧出一桌不输于酒店大厨的好菜。他在心里吐槽着好友那么倦，让他们这些单身贵族要被卷死了，追个老婆都不容易。沈小姐以后也会很幸福的哈。苏南在厨艺方面不行，但自认会对妻子很好。要是他和沈小军有个结果，一定能让小军幸福。沈小军就笑笑，现在谁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幸福？爱情与婚姻是不一样的，谈恋爱时很甜蜜，步入婚姻后就回归现实，在恋爱时刻意隐藏的缺点都暴露无遗，彼此间能够一直包容下去，婚姻才能长久。苏总不会烧菜做饭吧？苏南老实的道：“我下过厨，不过厨艺不行。勉强做一顿吃的应该也可以。小军，你择夫的标准是需要出的厅堂入的厨房吗？”他没有再叫沈小姐，觉得认识那么久了，还叫沈小姐显得过于生疏。以前男人择妻总想对方出的厅堂入的厨房，现在女人择夫也以此为标准了吗？都是战印太卷了，同样是男人，同样是出身豪门，战印为什么那么优秀的？简直就是全能男人啊！应该说是战奶奶太会调教儿孙了，把儿孙调教的个个优秀，在各方面都很好。我家厨师烧的菜很不错嘞。苏南补充一句，沈小军夹了一筷子菜吃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是要求未来的另一半一定要出的厅堂入的厨房，就是觉得大家都会做的事，婚后可以轮流着做饭，不用我那么累。我是要求夫妻平等的，不会把丈夫宠成个大爷。我的另一半若有大男人主义，我宁愿自己过也不伺候他。我家有厨师，不用你做饭。”沈小军，苏总，我又没有说我要嫁给你，你家有厨师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苏南张张嘴，无法反驳。沉默半晌后，他说：“小军，你在这里等等我吧，我出去一下。”那沈小军嗯了一声。苏南出去买花了。
还好附近有花店，花店的老板是本地人，不急着关门过年，他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了一束玫瑰花。苏南捧着一束玫瑰花回来，径直走回到小军的面前，把那束玫瑰花递给小军，黑眸灼灼地看着沈小军，认真的道：小军，经过相处，我越来越喜欢你，觉得我单身至今都是为了等你的出现，你可愿意当我的女朋友？沈小军接过花束，随即就把花束放在桌面上，对他说道：先吃饭吧，你不给我一个答复，我吃不下。你吃不下，我能多吃点。沈小军见他无语的样子，笑道：苏总，我对你也不讨厌，但说现在就接受你当你的女朋友，我又觉得不安。可能是我们之间了解不够深吧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对你这个人认识得深一点，再确定关系。相亲无数次，就只有苏南让沈小军有好感。沈小军也不逃避，但让他现在就接纳苏南，他又做不到。他总觉得他和苏南之间很不公平。那苏南呢，凭着他苏家的人脉，把他的祖宗18代都摸得清清楚楚的。那连他奶奶生了几个孩子，养活了几个，苏南都知道，他反而不清楚。他只知道父亲兄妹5人，以为爷爷奶奶就只生了5个孩子。有一次不知道聊什么，就苏南说他爸有兄弟姐妹9人的，不过只有5人长大成人，有4个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。那沈小军当时就呆了，他回家后问父亲，父亲都不知道。他又去问奶奶，奶奶才告诉他那是事实。以前生活条件不好，很多人呢生了多胎，却总会有孩子夭折的。奶奶还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因为奶奶是前面4个孩子都夭折了，后面5个孩子就长大成人，故而他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失去了4个兄姐的。那件事让沈小军意识到苏家比他想象中更强大，更可怕。用他对海童说的话，他在苏南面前如同一丝不挂，没有一点秘密可言。而他对苏南完全不了解，他觉得不公平之外呢，也害怕苏南及苏氏家族的力量，所以他喜欢苏南，却又不敢马上就接受苏南的喜欢。他想再了解了解吧。苏南有点失望，却不气馁，他说道：行，我等你，不管要等多长时间，我都愿意等。等到你认为你非常了解我了，愿意当我的女朋友了，我还要等直到你肯嫁与我为妻。不过小军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排斥现在就当我女朋友？恋爱期间也能加深了解的呀。沈小军沉默片刻后说道：苏总，我害怕你背后的家族力量。你们苏家一向以神秘著称，没有人真正了解你们苏氏家族。你们想知道的事情总能挖得清清楚楚的。在我们相亲之前，你知道要与我相亲，就把我和我的家族都摸得清清楚楚了吧？在你面前，我感觉我没有秘密可言。我希望你能停止在动用你的家族势力盯着我，能够像个普通人一样和我相处，让我有点自由空间，有点秘密在我面前。你只是苏南，不是苏家的男少，可以吗？苏南仅是苏家主的侄儿，都这么厉害，苏家少主岂不是更厉害？沈小军想，谁被苏家少主看上的是一件不太幸的事情，没有人喜欢自己被别人摸得一清二楚，自己却对对方一无所知的。他只是想了解一下他，才会动用信息网把他家族都翻了个底朝天。毕竟是他第一次想接近的女孩子，他比帮站印查事情时更用心。沈小军以及他家族的人和事，真的是事无大小他都摸清楚了。平时在沈小军面前，他就还是装一装的，但他舌头长话多呀，有时候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，他才反应过来。那可能就是这样，让细心的沈小军生出了排斥之心。他就说嘛，明明沈小军对他也有好感的，为何就不愿意当他的女朋友？原来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。这一边的苏南表白失败，那边的战印夫妻俩愉快地享受着小别胜新婚的甜蜜。晚饭后，海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战印在厨房里洗碗。
这样的生活让海童很满足，也感觉很幸福。坐了片刻，他起身走过去，倚靠在厨房门上，看着战印在洗碗啊，不想看电视了。他的盯视战印很快就感受到了，他扭头看他2眼，又继续洗着碗筷。平时不追剧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剧，不停地换台都没有找到想看的剧，感觉现在的电视剧不如以前的好看了，特效也很夸张，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吧，总之就看不进去。战印失笑的道：“你才多大啊，就说自己年纪大了？你平时总是深夜才回来，哪还有时间追剧？”顿了顿后，他说道：“我也没时间看电视，也不追剧，不过你的评价我认可。我们公司旗下也有影视公司，由我们影视公司改编出品的电视剧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进去？算了，不看，万一看入迷了，天天都追剧，啥事都不想干。我还有很多货没有编织出来的，有这个追剧时间，我不如多编织些工艺品，还能多赚点钱。”说到工作上的事，海童忽然问着战印：“你妈曾经建议我可以去学学礼仪，我要不要去学？你妈是不是觉得我言行举止不好啊，所以才建议我去学礼仪？”战印把洗好的碗摆放好，嘴上说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妈对你很满意的。你看那天我妈都要我进厨房干活，偏着你呢，她要是不喜欢你，不会这样帮着你的呀。就算母亲对海童是有点不喜欢，也影响不到她。她不是任由母亲摆布的人。我妈是觉得你的气质很不错，要是学学礼仪，气质会变得更好，并没有其他意思的。当然，你想去学就去，不想学也不会勉强你。我觉得你现在就挺好的，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你。”他是试图改变他，最后却闹得夫妻冷战。梁姨劝他不要试图去改变海童，因为他喜欢的就是这样子的海童。真把海童改变成为一个凡事以他为中心，以他为天，没有了主见的女人，他就不会喜欢海童了。所以他放弃了去改造海童，保留着海童的天性，反而是自己为了与他过着普通的夫妻生活，一再的破例，不停地改掉自己的缺点。学一学我还是愿意的，只是我很难挤出时间。被小军拉着参加过上流社会的宴会，海童也知道自己的言行举止与那些千金小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以往他无所谓，反正他这辈子都挤不进上流社会，何苦去学人家大家闺秀的言行举止？婆婆建议后，再看看婆家人的修养都很好，海童才正视着这个学礼仪的事。你可以少接一点网上的单子，就能挤出时间去上礼仪课了。哎，你还是想让我去学礼仪的，是不是？战印把灶台擦拭干净，又洗干净了抹布，然后再清洗自己的双手，这才转身走到海童的面前，两手落在他的脸上，轻捏了几下，笑道：“我说了，你想学就学，不想学就不学，我不介意。”海童抓住他的手，与他一起走到阳台上，在秋千椅上坐下来。他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与他一起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。万家灯火的时候，对面的大楼黑了一大片，他们都回老家过年了。明天早上我们也回老宅了，我跟奶奶说了，奶奶早就让人帮我们收拾好了房间。战印就拥着他的肩膀，夫妻俩的头靠在一起，此刻温馨甜蜜。彤彤，我们战家的老宅很老的了呢，你去了后不要嫌弃哦。有多老？还是泥砖瓦房，还是茅草屋？战印笑道：“那倒不至于，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房子。虽说年年都修缮过，却抹不掉它显老的事实。而且我一大家子都是住在一起的。以前我好像跟你说过吧？你们家老宅有多大？我们家老祖宗在清末民初时就开始经商，略有小财，建的老宅子占地颇大，在当时的年代里，我们家老宅子算是豪宅了吧。每房都有独立的房子，不过是相连的，大家共一个大门出入，像四合院吗？
你们家的老宅子是哪个年代建起来的？哎，到现在还能住人啊？哇，保护的不错呀。战印轻笑，你不会觉得我们很穷，没有钱另建房子，所以就还大家都住在老祖宗留下来的老宅子吗？从爷爷奶奶那一辈起，他们家就搬离了真正的老宅，建立了现在的油油山庄。对于他们年轻的一辈来说，油油山庄也属于他们的老宅，因为他们兄弟几个都是住在自己名下的别墅里，逢年过节才会回山庄。你都能供一栋别墅，再全款买下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怎么可能是穷的没有钱另建房子？老一辈都念旧，才会一直住在老宅里吧？战一笑，我老婆真聪明，就是老一辈都念旧，特别是我奶奶，她嫁入我们战家的时候就住在老宅了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她老人家不想搬出老宅，大家只能陪着她，然后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缮老宅，免得倒塌了呀。老人家是那样的。海童表示理解。你看，奶奶来我们这里住了几天就跑回去了，不习惯啊。我们住在这里觉得很好，但奶奶就觉得还是老宅子好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战印在心里腹诽，奶奶是不想让商太太识破身份，提前溜回老宅的。战印，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结婚这么长时间，我们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手牵着手压马路。现在大部分人都回家过年了，街上不管是车流量还是人流量都少了很多，也安静。战印宠溺地道，你想做什么？我都陪着你，也支持你。他起身也把他拉了起来。我回房里帮你拿件外套，晚上气温低，冷。